美韩升级为核同盟，对中朝两国是怎样的信号呢？大家好，我是吕哲。最近，韩联社传来消息，韩国总统尹锡悦在前几天的讲话中宣称，韩美同盟已经升级为以核为基础的同盟了。换言之，美国的核弹要来到朝鲜半岛了，部署到中国家门口这个位置，确实会引发关注。这件事儿，美韩可谓是各取所需了。即便韩国引入核弹的主要目标，它不是针对中国，我们也自然会要小心再小心。尹锡悦在去年竞选总统的时候就已经表露了要从美国引进核弹的思维。他表示希望美韩能够达成类似北约模式的核武器共享安排。尹锡悦真是说到做到。去年10月，韩国的执政党真的派遣了代表去土耳其取经了，研究土耳其是怎么和北约共享核武器的。韩国又与美国一起发布了一个关于升级磋商小组的声明，说双方将协商美国的核武器与导弹政策，加强信息共享和演习训练。这个升级之后的磋商小组已经有了和北约核计划小组类似的功能了。所以对于韩国来说，把美国的核导弹部署到自己国家，自然不是想对付中国，而是想吓唬北边的邻居朝鲜这些年在导弹与核武器上的技术是不断的跃升和进步，六方会谈早就名存实亡，半岛核裁军的问题也基本上是无解了。那韩国和朝鲜之间现在已经步入到一个安全困境，朝鲜为了安全卖力发展核武器，动不动就试射一枚导弹，隔壁的韩国也好，日本也好呢，只能扩充军备，加紧与美国的军事合作与勾结，时不时搞个什么韩美或者美日或者韩美日的演习，然后又进一步刺激朝鲜，最终这就是恶性循环了。今年年初，朝鲜领导人还声称要朝鲜几何级数式的这种方式来迅速把核弹的数量来进行增加。那韩国的解决方案就是把美国的核弹头请回家，确保和朝鲜能够彼此互相毁灭吧，让朝鲜半岛成为南北双方都拥有核弹头的这种紧张对峙局面。这些与当年半岛无核化的目标已经是大相径庭，南辕北辙。对于朝鲜来说，这自然不是什么好事儿。东北亚的局势更加严峻，对于咱中国来说也是实在不妙啊！因为美国把核弹头部署到韩国，正好一石二鸟，既震慑了朝鲜，又威胁到了中国。好几年前，美国就在韩国部署了萨德反导系统，还引发了韩国与中国外交危机。最后呢，在文在寅的让步之下，做出了3步1线的保证，即不加入美国反导体系，不搞美日韩军事同盟，不追加萨德的部署，以及限制其使用目的，不准用来针对中国。但是尹锡悦的上台呢，就推翻了这一承诺，再次追加萨德系统的部署，现在又要在韩国部署核武器，这已经是大大威胁到了中国的战略安全了。美国在东北亚部署核弹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在冷战期间，美国在韩国一度部署了将近1000枚核弹，之后呢，慢慢削减数量，直到上世纪90年代苏联解体，美国才把核弹从韩国全部撤出去。但是今天和冷战时期的局势不太一样了。冷战时期，美国核弹针对主要是苏联，而今天美国眼中主要对手那就是中国呀。如果是敌对方把核弹部署到自己家门口这种事儿，美国自己都接受不了，你让中国能接受吗？我们都知道，当年的古巴导弹危机，美国呢是非常紧张，那全球差点爆发了核大战啊。那么冷战早已结束，美国却没有从历史中吸取教训，还是依然我行我素，竟然要把